今天我要用糯米和水饺皮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分享一道700多年前就有的美食，也是我最近突然很想吃的一道料理，就是烧麦。来和大家分享现成的水饺皮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烧麦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istin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水饺皮和糯米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300克的圆糯米，这里是台币15元，来清洗。大概洗到它呈现透明的水就可以了。现在会比较浑浊，洗个2、3遍。我洗了3遍，现在用过滤水把它洗最后一次，可以了。我今天用小 V 电子铸铁锅来煮糯米饭，大家也可以选择用自己习惯的器具来煮糯米饭。倒入300cc 的过滤水，放入1茶匙的油，搅拌均匀，让油和糯米融合均匀。盖上盖子来设定时间。我用100米标准模式，3杯米，开始。准备1/3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片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红萝卜切条，把红萝卜切成小丁，把红萝卜放入盘中。准备2朵鲜香菇，把鲜香菇的角先切掉，这里切片。把香菇切条，把香菇切小丁，把香菇放入盘中。准备1条腐竹，对半折一下，倒入热水泡软。腐竹现在在泡。糯米饭现在在煮的时候，来跟大家讲讲烧麦这个名字的由来。是有一个传说的故事，就是以前有一间生意惨淡的餐厅，老板天天都在烦恼剩下的饭菜没有卖完，再这样下去，餐厅可能就要关门大吉了。有一天呢，老板就突然想到一个妙招，他就叫他的伙伴呢，将这些剩饭剩菜呢，把它拌一拌，拌匀之后呢，再用一些调味料、味精啊、酱油啊去调味，就包进水饺皮里面。因为馅料呢剩余太多了，所以的水饺皮呢又少少的，所以每一张皮呢都没有办法封紧来，因为料太多爆开了。于是呢，上面都开孔，露出了馅料，但是蒸熟后呢，却有不一样的风味。老板就叫他的伙伴啊，赶快端出去卖。伙伴从来就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是什么啊，就很好奇问老板：“这是什么菜啊？又不像饺子，又不像包子，里面包着饭菜，然后上面又开了一个口，不知道要怎么叫卖才好。”好，老板听到的呢，就要怎么回答这个伙伴呢？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。腐竹泡软了，来切，把腐竹切短点，这样子比较好切条。换个方向切碎，把腐竹放入盘中，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把腐竹放进来炒香，有点微焦了，现在放入香菇，快速翻拌，把香菇炒香炒软。大约略炒下，现在放入红萝卜，继续翻炒，
翻拌均匀，现在来调味。盐1/4茶匙，白胡椒粉适量，素蚝油1茶匙，酱油1茶匙，快速翻炒，让调味料和食材融合，把调味料炒香。已经炒得很香了，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，关火起锅。我们的糯米饭也煮好了，哇，好香哦！米饭煮得粒粒分明的，还有一点点焦感，会很好吃。这台还可以煮锅巴饭哦。今天就不煮锅巴饭了，半松来备用。可以了，把糯米饭放到刚刚炒好的馅料里面，可以抓一把葵瓜子放进来，把所有食材拌匀。哇，一面拌就一面闻到香气释放出来，好香哦！都拌匀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取一片水饺皮，用擀面棍的其中一边，在水饺皮的周围来回擀3次，让边缘变薄，呈现花边的形状。像这样子，取一些糯米饭，放到水饺皮上，压一下，用虎口把它收成一个好像花瓶的形状。左手的食指把糯米饭压紧，右手捏一下。可以了，一个烧麦完成。回到刚刚的那个故事，就是那个伙伴就问老板，他没有看过这种菜，那不知道要怎么叫卖才好。老板其实也不知道该叫什么，然后呢，他就回应伙伴说啊，这是烧了就卖。然后伙伴就误听为烧麦，就向客人大声叫卖了起来啊，烧麦烧麦，好吃的烧麦啊，一个5文钱，谁要来买？然后客人呢就被这个烧麦很新奇的外形呢吸引了，而且呢吃起来呢也觉得很鲜美，很好吃。然后烧麦一出现呢，就虏获了众人的胃。从此以后呢，点叫烧麦的这个声音呢就开始此起彼落了，很多人开始点了。结果老板在无心插柳成荫的情况下呢，制成了烧麦，却大卖耶。然后让这家店呢从此呢绝处逢生里呢兴旺了起来，而烧麦这个名称呢也就一直被沿用到今天，就叫它叫做烧麦。今天去买水饺皮的时候啊，
卖水饺皮的就跟我说，做烧麦呢要用馄饨皮，它的厚度是比较刚好的。那因为我想说水饺皮比较厚，吃的比较会饱，所以呢就选用水饺皮，然后再自己把边缘呢擀薄一点，变成花边的形状，这样很容易塑形的时候很漂亮。把烧麦放进来，盘子上记得抹上一层油。准备拿去蒸。准备一个蒸锅，倒入水，盖上盖子，把水煮滚。水滚了，放入烧麦来蒸。盖上盖子，转大火蒸8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哇，好香哦！赶快取出来。试吃烧麦之前呢，先来分享刚刚我调的酱汁。我切了一些姜丝，大概5克左右，然后再淋上那个酱油，大概2汤匙，还有撒上适量的芝麻。还有1茶匙的香油，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蘸酱。因为孩子们要吃，所以我里面就没有切辣椒圈。等一下我就自己在冰箱再搅我自己的辣椒酱下去。来试吃看看。大家装这个馅料在水饺皮里面的时候呢，要注意把这个瓜子呢，给它尽量摆在上面，这样摆盘的时候就会很漂亮，看到绿绿色的瓜子。这次我放瓜子，我想说让那个整个口感呢，咬下去会有香气，来试试看看有没有成功。第一口就是很软糯的感觉，咬下去的时候。还没咬到瓜子，糯米饭好好吃哦，可是不能吃太多，那个对胃会不好，所以吃适量的糯米就好了。这口有咬到瓜子，很香，脆脆的爆开。瓜子在塞的时候，尽量就是让它放在表面，很漂亮，好吃啊！我觉得用水饺皮做，口感有厚一点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是很有嚼劲，好吃的。如果很喜欢吃薄薄的感觉，就是要用馄饨皮。要沾酱就会好吃，会有不同的层次感。刚刚我做了好几个，我只是拿几个出来摆盘而已。后面还有大概做了20几颗吧，还是10几颗这样。很好吃。然后这个腐竹呢，我把它煸香之后，就有蛋白质在里面了。大家可以用别的取代，豆包啊、豆干，或是豆腐压成泥炒干水分就可以了，就有蛋白质在里面。非常好吃的一个烧麦，大家可以蒸好之后呢，放冰箱冷冻冷藏，隔天早上呢要当早餐吃也可以，就是再拿几个去微波一下，或是再去蒸，就可以用电锅蒸啊，蒸锅蒸，就可以当成早餐了。如果不要调这个酱汁，最简单的就是用那个酱油膏点一点就可以吃了，或是甜辣酱。我们家爸爸最爱吃甜辣酱，所以他等一下就会拿这个烧麦来沾甜辣酱吃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主频道，记得按赞、分享加订阅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副频道，还有追踪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再吃一个，真的好好吃哦！瓜子我觉得一定要放，很好吃，香香的。